嗨，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要跟大家试驾的是 Triumph 的 Street Triple 765 RS。在看这台车的实车之前呢，我就知道说这一台车子它有很多精致的这个细节的地方啊。那包含说，你看它的这里这个标志啊，一般来说都不会做这些小小的这些 mark 在这些细节上面。这台车子的细节呢，真的非常精致啊，相比我之前去看的 Honda 的 CB750 Hornet。然后它的车架的焊接呢，真的是惨不忍睹啊！可以看这些我当时拍的一些照片。然后你看这里的车架的这边的焊接的痕迹，非常非常漂亮的点焊，然后还有这里的点焊啊，都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这就是做工上面的差别。然后在烤漆的这些精致度上面，哇，真的是烤漆的那个色彩，你会感觉它其实它不会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银色，这银色的亮粉也是让你觉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亮。然后在这里油箱盖这边呢，它还多一个 Triumph 的这个标志，也是看起来非常有质感。然后这台车的大灯啊，是我觉得它的辨识度最高的地方。你远远的看到这台车子，你看它的车头，你绝对不会把它跟其他的车子认错。那我们来上车来体验一下它的界面的地方。OK， 坐上去呢，以我的身高180公分，然后我坐上去，双脚是可以平踏的。OK， 然后它的坐高的高度呢，我看官方上面是有讲说，一个是825，一个是826，一个是836，然后，实际我坐起来感觉应该是大概是826，好像比较有那个感觉，比较像那个高度，可能也是因为有收窄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它的坐高好像。没有像其他车子那么高，因为其他车子你会感觉到，大腿的这个地方会被那个坐垫地方有点撑开来，所以也会感觉到比较高。然后它前面这边是有做一个收窄，然后所以它可能坐高上的设定是大概830吧，然后可是实际上你踩起来的感觉你是可以双脚平踏地面的。好，打开它的界面。然后这是 Triumph 的一个标志，然后进入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精致的动画。然后这仪表呢，中间这边是它的时速，然后两边呢是它的转速表，然后这里有它的油表，然后这里是水温，然后这边有环境温度，上面呢是有其他的一些资讯是显示在上面，然后下面这里右下角这里是显示时间。OK， 好，在控制按键的地方，这里就是它的灯光切换，往上推是指亮日行灯，往下推这里是大灯，然后这里是远光灯的跟近光灯的切换，然后这里是不同模式，它这里有Rain、Road、Sport、Track 跟 Rider 的模式，好，然后在这里是左右方向灯，然后中间按下去就取消，这里是喇叭，然后这里是资讯幕。上下拨的话，它资讯幕就会切换不同的功能。那像这里是转速表的转速值的显示，然后这里是它的里程，还有里程的时间，然后这里是加平均的油耗，它还有目前的油可以跑的预计的里程，然后这里是离下次保养的时间，然后再来呢，这里是背景灯光。这里是夜间的灯光，然后这里是白天的背景的灯光，其实就是变成是白色的背景啦。然后它有一个是自动切换黑夜白天的背景，然后这里是它的表的颜色。假设你要切换不同颜色呢，你看这边表就会换成不同颜色。然后我觉得切蓝色感觉比较好看。然后再是仪表的风格。然后这里仪表风格它提供了4个风格，然后这边切换第2个风格，然后第3个风格，
第4个风格，这样 ，OK。然后在它的离合器啊，这是我也觉得比较少见的，就是它的离合器这里原厂的就可以去调它的离合器拉杆的间距，这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在这边右手边这里是配的是 Brembo 的 MCS 的总棒，它也是可以去调刹车的间距、刹车拉杆的间距。好，那接下来我们准备要上路，那感受一下这脚踏的位置啊，它脚踏的位置其实不算太高。然后算是还蛮舒适的高度，然后踩上去的时候，大腿这里大概可以贴到还蛮好的位置。OK， 那这台是 Triumph， 所以它在发动的时候，其实它是 N 档啊，它的安全机制是你还是要拉离合器，这样子才能够发动。好，那像我们入档。OK， 目前感受哦，一开始在起步的时候，会感觉它的震动感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可能也是3缸的关系，然后它在起步的顺畅度啊，就是它的抖动的感觉，抑制的可能就不像直列4缸，就是能够抑制的这么平顺。啊，不过它的扭力可以感觉到它在起步的时候，其实真的还不错，就是你不用吹很多，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台车子就已经会有往前移动的感觉。然后目前呢，感觉还不错。然后换挡的，我现在目前还没有用快排。OK 啊，我一直会把方向灯跟它的功能键的这个按键啊，就是按错位置，因为它这功能的按键其实有一点比较凸出来了，还没有适应它的位置在哪里。好，那我现在3档。现在降档，它的手动换挡的感觉啊，就还蛮不错的，就是不会让就是不会让你觉得有那种卡卡的干涉感。然后切换 N 档，哎呦，这个 N 档还蛮容易切换的，就一下子就能够切得进去。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有奇怪的切 N 档的，就是会卡来卡去的感觉。像我上次试那个。S1000R 嘛，然后它的 N 档就有时候就很难进，然后当然那时候也有后来嘛，很多观众跟我留言说，你 N 档啊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啊才好进啊？可是我现在试车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正常人假设不懂这些切 N 档的小技巧的时候啊，他是不是好进 N 档？然后所以我在影片的时候，我们会特制去用那些可能还要办离合啊，干嘛去进 N 档 ？OK， 起步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抖动，不过我觉得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比 GSS 8S 的那个抖动感就是小非常多，其实是已经是几乎可以忽略了。然后，但是它的那个抖动感其实是还是有一点点些微的感觉，从那个手把的地方会传上来。不过可以接受，就是不算是那种会让人家觉得感受到不舒适的那种震动感。然后现在目前呢，我坐在椅子上，感觉到哇，它的自脚性，它的油箱的感觉啊，虽然上面看感觉好像还算蛮宽的，可是你在夹紧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它其实还蛮窄的，就是它的窄的感觉感觉跟单缸的宽度是差不多。它像是说可能像3缸的引擎有那么宽，可能它这具引擎其实本身的体积啊，我觉得也没有很大啊。然后
比如说像三缸这边，我们都知道这是 MT-09啊，然后它在 MT-09这里，有骑过都知道，右脚在放下来的时候，你很容易会去膝盖或小腿的前缘啊，会容易去撞到。然后这一台感觉就比较没有 MT-09那么宽。MT-09的马力好像是现在最新的是115匹吧，全马力就是欧规的 MT-09。那这一台是2023年的Street Triple 765RS， 它的CC数呢比 MT-09小啊，只有765cc 嘛。可是它的最大马力呢可以达到已经达到了130匹啊，比去年的 RS 版本是123匹。然后 R 版跟 RS 版本它基本上还是有一定的动力的落差，像2023年的 R 版，它的最大马力是120匹，就差了10匹左右。然后 RS 版的130匹呢，它的最大动力的转速呢是在12000转，然后最大扭力大概是8点多公斤吧，然后是在9500转 ，OK。然后所以很显然的这一具呢，它是一个算是高转速的引擎啊，因为像 MT-09的话，我记得它的最大马力呢好像是在10000转左右，然后所以差别上面它这里就多了2000转。然后 Street Triple RS 跟 R 版呢，它不仅是马力上的差别了，因为它本身引擎上面的一些连杆啊、活塞的强化，然后也是有不一样的，所以 RS 版它可以把动力的调教可以调教的比较高一点点，然后这也是2023年的这一台的进步。2023年呢，它还有多了一个新的进步啊，就是它的 ABS 进化成是有6轴 IMU 的弯道 ABS， 然后这也是之前没有的配备。我记得 Triumph 在2006年的 Daytona 675上市了，然后所以它在隔年的时候，2007年的时候，这一台第一代的 Speed Triple 675，然后它也上市了。那它的概念呢，它的基本上引擎跟车架，它就直接是拿 Daytona 675的车架来用，然后它的外观就是从 Speed Triple 1050那边来的，所以外观上面在当年第一代的时候，它是双出的尾管，跟现在外观差蛮多的。然后在头灯地方啊，它是2个圆灯的眼睛，然后是青蛙眼。2007年之后一直到2012年的时候，它推出了一个小改款。那小改款呢，基本上差异是差在说，它的头灯的造型啊，外观的造型明显的就是从圆灯变成是他们所谓的 bug eye， 就是虫眼。然后车体的后面的尾管还是一样是维持双出尾管。然后这时候它才开始有了，就是第一代的虫眼奶罩灯就会出现了。然后在隔年啊，2013年的时候就推出了新一代第3代的 Street Triple 675，然后这时候它的外形呢，就是跟现在的造型就已经比较接近了。它的整个车体啊，就是车架，然后油箱的形状，还有车尾的形状、车架的形状，也都比较接近现在目前现行款的造型。然后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2013年之后开始，然后它可以Triple 675开始配备的 ABS。然后这时候的 ABS 还是选配的啦，然后它可以选配，不过台湾好像大部分都是 ABS 比较多。它在2017年之后，它就推出了 Street Triple 765，然后这一代呢就是把675cc 的引擎啊就变成是765cc，然后在头灯的外形呢也是有修改。然后那原本在2015年的时候，它曾经推出了一个版本啊，就是 Street Triple 675RX。然后这个 RX 版呢，它是第一次用了 Daytona 的分离式的坐垫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好像是从这个造型开始呢，之后在675改成765之后，就变成都是分离式的坐垫了，因为可能大家就觉得说这个造型也是比较帅。然后一直到沿用到现在啊，现在的 Street Triple 765它都是采用分离式的坐垫。2020年呢，它又推出了一次的比较大的一个改款啊，这个改款它就是把它的头灯就变成是像现在这个，就是愤怒的大奶灯，然后所以这个造型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沿用到现在了。然后现在2023年还是这样子一个头灯，这头灯的造型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啦，就是至少比
之前的重演大奶灯还要好看一点，至少现在是变成是比较有点流线的那种愤怒鸟那种尖尖的造型啊，我觉得比较能够让人家接受，因为原本 Triumph 的 Speed Triple 的这个双眼灯啊，还有重眼灯，其实很多人是看到会，但是很有特色，可是它少了一点比较符合现代美学的一些流线感，然后看起来就会比较。感觉比较土一点啊，然后可是那也是它最经典的一个造型。可是就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观，应该是比较喜欢有点尖尖的感觉。然后所以现在2020年之后改成这个造型，我就觉得它整个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好看。对，然后也是它开始吸引我的时候。然后到现在2023年呢，它又多了6轴 IMU 的 ABS 弯道 ABS。OK， 那这就是它到现在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完全体的啦。然后。可是它还是有一些配备呢，就是有一点，开始有一点落后，因为它其实它原本的配备其实是都还蛮不错的，像它的仪表可以跟 GoPro 这边连线，然后连线之后还可以控制 GoPro 的开关嘛。但是呢，像现在现在新的街车，像我们最近看到米兰车展发表的啊，然后发表的那个 MT-09， 第4代的 MT-09， 然后它开始有配备上了。什么？就是我们的定速嘛，它现在区间测速又超多在台湾，所以我觉得这个配备呢，就逐渐变得是越来越重要。然后，而且原本大家不喜欢的 MT-09的双子星卡钳啊，现在也都变成了是新的 Steima 的 Brembo， 然后刹车总棒 MT-09的总棒也是变成是 Brembo 的。那这一台它基本上。它的刹车呢，就是用 MCS 的 Brembo， 然后配上，对，今年也是还有一个改款，就是它把原本的 M50变成是 Steima 的Brembo 卡钳，这是这次的2023年的一个重点的改款项目。事实上，这台车子呢，在第1代的时候，就是2006年、2007年这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它也有被人家骂的是它的刹车的地方就是有点软，然后后来呢，它改成 Brembo 的卡钳之后，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了。从整个 Street Triple 的发展呢，你会发现，其实这台车 Triumph 在每一代的在改款的时候，它都是一直有在进步的。像一开始也是早期第1代的时候被人家骂翻的，它的电盘的问题啊，就电盘很容易高温会没有办法充电，然后其实很快的这个问题也都解决。然后所以在这其实，在欧洲的评价的妥善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然后甚至呢，它有一个称号就是欧洲的本田嘛。它每一代的改款，你就会可以感觉到它其实都有根据它前1代的缺点呢，它有做一些小修正，然后一直到最后它的修正之后，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车子就就慢慢的开始。原本的缺点就很快大缺点很快就被改掉，然后开始慢慢的就走向整台车子就变得是很精致。然后你看，像我现在一路这样子过来啊，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动力的输出其实非常的顺哦。OK， 那看一下，把它切换成，我现在大概转速都在。3-4千转，3000转、4000转左右，然后这样一路这样子，我刚从经过市区这样走停过来，然后都觉得它的动力，就是不会有那种像MT-09很躁动的那个低转的时候的感觉，它的输出都是低转的时候就是顺的，然后顺的感觉又不像比4缸的车子。然后就是会需要比较高一点的转速的感觉，就是它其实在2-3千转的时候，它的输出就已经算是蛮有力的。然后这也是一直它的优点啊，就是它在3000转的时候，它就能够输出80% 以上的扭力出来。然后所以这台车子在走停的时候也很好用。然后它在高转的时候，能够给你很好的动力的马力。看最高的马力它出现在12000转然后而且有130匹的马力。然后我觉得在台湾啊，100匹到150匹左右，我觉得是最好用的，就是不会太多，动力不会太过猛。然后在
骑台湾的山路的时候，这个动力又能够应付绝大多数的状况，你在超车的时候绝对也都是游刃有余的。然后低于100的时候，就稍微有时候会有点不足，就比如说像我的 CB650啊，然后它有时候在高速在超车的时候啦，然后你会觉得它的转速攀升就是还是不够快，对，然后那这是它本身的马力的地方也是比较小的关系啦。然后这台车子就是让你觉得，都是在低速的时候，引擎的动力很不错。然后等一下高速的时候，我也很期待，我想要等一下要去西滨的时候去试一下它的高速的感觉。然后刚刚我现在到目前呢，其实我都还是用手动的换挡。其实手动的换挡都还蛮不错的，就是不会有。就是比较硬，就是它段跟段之间都不会有那种比较硬的感觉。然后 CB650的话，它有时候1、2档之间它切换的时候啊，有时候会有一个会比较卡的会比较需要大力一点的用力的切换。那这一台目前为止啊，我骑到现在刚1、2、3档这样手动换挡啊，我都觉得那个力道的感觉就很明确，而且力道也都蛮均匀的。就是切换档位的力道的感觉都还不错。看我总觉得我到现在我都一直看到的都是它的优点，它到底有没有缺点呢？然后在油门我这样轻轻的转，它的油门的就是它的free play 啊，我觉得是还算蛮刚好的。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在稍微多一点的时候，动力你就可以它慢慢顺的就会出来，然后它不会有那种很像 CB650啊，它的动力就是你稍微有时候转一点，在那个 free play 要开不开的时候，那个瞬间突然动力会有点爆冲的感觉。然后这可能也是这是像我讲的，这电子油门就有办法把整个动力的输出做到这么的解析度这么高这么细。然后当然这个细致感觉啊，然后从你油门给出去之后，到你开始感觉到引擎的震动感，然后引擎的震动感这一台，我是觉得引擎的震动感是比就是在各位知道 CB650它在6000转的之后嘛，会有那个很讨厌的震动。然后那个震动是很讨厌的码，那这一台的震动呢，它是稍微比较没有那么高码，就它不是高码，它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引擎的感觉是有一点震的感觉，但是这个震的感觉是有听到从手把的可以感受得到，然后你的大腿的输出啊，就大腿的感受贴在油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麻，然后你的脚踏的地方目前你都还不会感觉到有那种麻震感。然后可是那个抖动是你可以从听觉上面，然后或是手把的震动感，你还是可以感觉到它有那个震动，可是那个震动不是会让你觉得很讨厌的震动。OK， 就起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的震，然后可是那个震马上就过去了。对，好，那我再试一下快排 OK， 1、2档的时候稍微震了一点点，我试一下比较OK， 我试一下从3档推2档。3档推2档，其实就都还蛮顺。然后目前转速大概是4000转，再从1档升2档。现在其实还好。OK， 那我现在试一下比较慢的档位，比较慢的转速的时候的升档，大概现在是2000转左右吧。可以哦，它的可以，我现在好像不到2000转的时候，它竟然快排可以允许我升档，所以它可以允许快排的升降档的转速啊，比R1还有 S1000WR 还要来得低的样子。
1000多转的时候就可以允许快排的升降档。OK， 就是这里在接上去的那个瞬间有稍微抖了一点点，不过那个抖的感觉还是一样就是不算很大，就是非常轻微细致的抖动感啊。对，所以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不像之前 GSS 8S 它的抖动感就双缸比较明显，然后这一台大概就是介于双缸跟4缸之间的那种抖动感吧。然后不过像 RSV4 啊，它是 V 型4缸，它的震动感又会本来就比较大。RSV4 的 V 型4缸跟 R1 的4缸，它的震动感就比较接近 GSS 8S 的震动感。那可能是十字曲轴吧，跟另外一个是 V 型4缸的关系，所以它们的震动感的特性好像是就会比较接近。然后这一台是直列3缸，看这起步 OK。结尾的这一点点很细致的抖动，甚至有时候其实感觉不太到啦，所以我觉得是还好，可以接受。OK， 好，接下来我们来上快速道路试一下。OK， 那我们再试一下一档，这样我们从6000、5000转开始加速。OK， 如果一档啊全油门的时候是有一点浮举啊，没错，就是我的前轮缸是有一点你会感觉到它是有一点稍微离地，它应该是没有防浮举的系统。不过它的高转速的换挡都还蛮顺的不过它的震动感啊，其实到现在高转，我看几千转的感觉比较明显，6000转、7000转，7000转还好 ，OK 一点点。然后8000转之后，对，8000转之后，它的把手的震动感啊，还有脚踏的震动感开始出现。然后油箱开始也有一点，就是在大概8000转之后，我的2个大腿在靠油箱的位置，跟我的脚在踩的脚踏位置也都开始有那个震动感开始出现。OK， 然后当然转速越高的时候啊，这部分就会越明显。然后加速感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刚刚高速的加速感，因为基本上它也没办法再更快，因为刚刚我一档在扭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加速啊，前轮已经有一点离地了，它再快的话，我可能就要孤轮了。好，4档退3档，2档，我现在转速之后2000转 ，OK 1000转。真的，其实还不错，就是它的换挡啊，就是快排的换挡，其实都还蛮顺。它现在怠速的转速大概是1200转左右。OK， 然后3档。4档 ，OK， 5档，6档 ，OK， 它的快排的换挡对我来说是非常合格啦。然后像 GSS 8S 的换挡1、2档的那个顿挫感啊，就真的是蛮严重。然后降档5、4、3、2。OK， 它的
降档也是非常的滑顺，还不错。不过如果现在就换挡的滑顺感，快排啊，或者说快排的滑顺感的话，我目前心中的第一名啊是 S1000RR， 然后再来第二名呢应该是 RSV4， 然后在这一台呢应该是算是第3名吧。R1是有时候顺，然后有时候就会有点卡卡的，这比较奇怪。OK。然后两边的端子镜呢，我觉得清晰度还不错。那我之前 MT5有改过那个端子镜啊，那个很细小，几乎左右两边要看后面的时候，就几乎看不太到。那所以后来我又把它改成是一般的那个镜子。那这个端子镜的效果，我真的觉得还不错。就你会觉得前面的视野很开阔啊，就是少的那2根在左右两边。然后现在后照镜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不过端子镜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会觉得在就是经过一些比较狭小的地方啊，你要或是你在从车跟车中间这样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两边啊会觉得比较怕的，可能会它会 K 到这样。对，那不然其实像这样的配置啊，我觉得是还不错。像两边这边左右两边看起来看到后面都还蛮清晰的，就不会好像只看到我的手，然后背的后面都看不到这样。然后如果像一般的镜子最大的毛病可能就是你在回来一点点的时候，只看到你的人或看到你的手，然后不想看你的人或手，然后再转过去一点点，然后你又看的又是有点太外侧，然后你看不到你的后方的状况是怎么样。那这个端子镜是可以看得到你的车子的后方的车况，是还不错。然后这萤幕啊，哇，这萤幕现在我算是太阳还蛮大的吧，像现在是已经快要正中午了。然后它的萤幕的画面的清晰度，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够的。然后时速表的字体也是够大。哇，真的还蛮顺的。这应该是我目前试过中排气量吧，那应该算是最顺的一台车。MT-09 3代，上次去试的时候，只有在试乘会啊，就短暂的去试过，所以我对它的快排的感受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印象。对。然后那这一台呢，只能说中排量这边我目前试到的车啊，它应该算是最顺畅的，不管是进档还是退档的快排，都还蛮合格。啊，不过1、2档啊，有时候它的震动还是会稍微大一点点，不过我觉得是很合格的啦。然后这是已经有点吹毛求疵的在讲它的这个地方的品质，然后。这台车我骑起来的感觉啊，就真的很好操控了。然后就是现在车是不是都这样啊？就是好像每一台车子骑起来都比我的 CB650它的感觉还要来得轻盈啊。哦，对，它的车重也比较轻哦，它这台车重好像不到190吧，然后我的 CB650好像是200出头，所以可能也是这样啊，感觉比较轻。然后悬吊的支撑感啊，前面的悬吊它是用秀啊的BPF Big Piston Fork， 然后后面是用这一台是因为是 RS 版本嘛，所以它后面配的是 Öhlins 的 STX40。OK， 现在这个低速是我最喜欢考验车子的时候。
其实我刚一路这样子，其实我目前走的这条路啊，其实都路况老实说不算是很平整啊，因为刚是经过工业区的一些路线，然后吸震感我觉得都还不错。那个屁股的感觉，后面的后轴传来的感觉就好像，让你觉得屁股好像坐在一个平坦的丝上面的感觉吧，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屁股就是被很多的碎震给顶到，然后那个吸震力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前面的这个 BPF 的秀瓦，它是11 mm， 这个的前叉呢，它是可调式的前叉，然后等级上面自然就是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以一台70几万的车啊，你配备到这样子的等级是应该的啦，你的前叉一定是要全可调嘛。然后你后面配到 Öhlins 其实也不为过啊。然后不过比较低阶的版本呢，它的 R 版它就不是配这么高阶的前后避震后面的避震器。然后在刹车的地方 ，R 版的刹车也是用比较低阶的刹车。我现在在停车场这边绕啊，也是，就觉得非常的轻盈啊。你看，像连续这样子弯啊，你都觉得车子非常的好操纵，而且这个操纵的轻松度啊，又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公升级的那种跑车仿赛。虽然说公升级的仿赛它在这样子连续切弯，其实也是蛮好切的哦。可是差在是那个动力的感觉，你觉得好像公升级的动力啊，你不小心扭太多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冲出去了，然后你会有那个惧怕感的。那像这个130匹左右啊，我真的就是觉得刚刚好。对，好，刹车还不错。不过这刹车其实之前这套系统啊，也常常遇到啦。那基本上在其他公升级的车子啊，好像这个刹车跟 RSV4 的刹车的系统的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吧？好像也都是前面这个歪掉的这个 Brembo 的总棒，然后配上 Steima 的前卡钳这样。然后这个配置基本上就跟 RSV4 一样，它等于是用到像公升级的跑车这样子高阶的刹车系统，这也没什么好教的，对啊。然后后面也是用 Brembo 的卡钳。它基本上后面的卡钳你也是可以感觉到它的力道，而且它的刹车的踩的高度啊，你不会觉得太低，是我喜欢的高度，就是我不会觉得说好像要踩到一半才有力量出来。那它的后面的刹车就是线性度是还不错的哦，就是你后面踩下去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感觉到有力道出来的，是蛮线性的力道输出。那前面的这个刹车呢，当然也是一样，它其实也是线性度也是不错。可是，就像我每次试到这刹车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不太喜欢刹车做成是这种歪一边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感受啊，还是比真正完全直推的，就是差了那么一点。所以像我，像我自己的 CB650啊。我是还蛮注重刹车手感的嘛，所以像我 CB650，我的刹车就已经给它改成是 Gaspeed 的。油箱的夹持感啊不错。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试到山路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试说，它可能侧挂的感觉好不好。就我目前的感受啊，我觉得它的油箱的夹持感是不差啦。但是，它前面这边收窄啊，确实会让人家觉得，这边夹起来的感觉，就不会觉得车子很大台。
OK。好，那这台 Triumph Street Triple 765RS 呢，我今年骑到现在，我应该觉得它是我目前骑到最满意的街车吧。对啊，那基本上以街车的角度来看，这台车子我其实没办法真的挑出它太大的问题点在哪里。然后像它前面这边收窄啊，然后后面这边蛮宽大的。那我觉得坐起来其实长途在骑的时候，舒适度也蛮不错。然后刹车系统非常的优异嘛。那基本上这个是公升级跑车仿赛的配备，已经用到 Brembo 的 MCS 跟前面的 Cyma， 也没什么好挑剔的。以街车的设定来说的话，然后这一台三缸的输出啊，像刚刚体验。像我讲的，它就是前面这边的抖动感是有，但是很轻微啊，真的是很轻微，然后所以感觉不到它有什么样的抖动感。我记得以前我有一台MT-09，第一代的 MT-09，我还记得它在起步的时候的震动感好像是比较大，然后可是到3代，因为我后来是有试乘过3代，然后没有对它有特别的印象。然后只有稍微短暂的去试过，然后起步的感受，我不知道现在的09是不是已经有能够把这样子的震动感给抑制的像这台三缸的这么好。然后它还有很多地方你都会觉得它的设计非常的精致，像什么像你看它在引擎盖这里啊，然后这里它的还有一个 Triumph 的这个标志，然后这里的焊接的这个细节。好漂亮，然后你不会觉得它有那种很粗糙的感觉。然后看像这里，在脚踏这里啊，它也有一个 Triumph 的标志在这里。然后通常我们这边看到车子都是做个这个是我们那个摇臂的锁点嘛。然后通常我们看到很多的车厂中间就是做一个中空的，它这边还做一个装饰的这个螺丝饰盖给它给遮住，给它给挡住，而且这个饰盖还蛮漂亮的，就觉得还蛮精致。在排气管的地方，这里也是有一个 Triumph 这个标志，都很精致。摇臂这里它也是有一个 Triumph 的 mark 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小细节，这台车子都赢过很多的车了。然后像很多看不到的地方啊，像这里哦，我刚有提过，就是 CB750 Hornet 的，它的那个钢管车架焊接的惨不忍睹。它像这个非常的漂亮，看到吗？然后这个车架你就觉得它不是那种很廉价的那种钢管车架，它的车架它的是很多的几何的形状。你看像这里，它好像叫说是一个双管型的车架，双梁式车架吗？我忘记它叫什么名字。然后这里都是非常的漂亮的曲线，然后不是那种不会让你觉得看的就很难看，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好看的那种设计。这些外观都可以让你在依依细细的品味它的设计。然后这台车子真的处处都是它的细节啊。然后可是Daytona 到现在啊，好像也都没有改款的新的就是间谍照出来嘛。然后感觉这个车系其实这么棒的引擎啊，它应该是放在一个跑车上面，其实应该会更受很多人的欢迎。然后所以我一直不懂说为什么 Triumph 到现在好像 Daytona 都没有再推出新的车型。然后如果要改款的话，应该 Daytona 也到了要改款的周期。甚至像我们看刚刚讲的那些 Triumph Street Triple 的765这个演变史，它从675演变到765，它几乎大概每4年左右会有一次比较大一点的改款。那这台车子它从2021年它换上了这个愤怒鸟的灯嘛，然后可是到现在2023年的它其实应该也进入了到要准备要大改款的周期了。它可是现在好像还没有看到它要改款。对，然后
而且相比于这一台车子，我觉得 Daytona 应该要更提早改款吧，对不对？对啊，所以这台车子我真的觉得，它如果是 Daytona 的话，我可能真的就会忍不住了。如果是 Street Triple 的话，我觉得它当然我骑起来的感受，它绝对比 CB60的骑起来的感受好上非常的多，而且它的这些膝部的质感，然后它用的这些配备也都比 CB60啊好非常多。对，然后除了有点很可惜的，像现在它用这电子油门啊，明明已经解析度很高了，对啊，可是像现在它还没有配上那个定速啊，我觉得像它应该之后改款 maybe 就会弄到定速，因为像这里看起来 ，OK， 你看这里好像疑似还有留有一些按键的空间嘛，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它有可能下一次改款 maybe 除了悬架系统这边可能前在也许高阶的 RS 它可能也会变成是 Orange 之外，我想定速系统可能会加上去，对啊。然后动力的部分呢，我觉得130匹刚刚好啦。然后如果说再大的话，接近150匹的话，就有点难控制猛爆了。对，我说不管是新手啊，还是说老手来说，但老手可能150匹，可能好啦，真的，就算你是老手好了，你真的敢随时在一般的道路上面，然后这样子去拉到万转嘛？对啊，那你不敢拉到万转的话，其实150匹你根本就算给你150匹，你也真的用不到。对啊，那像现在我们的台湾的用车环境，到处都是区间测速啊，测速照相黑箱，然后你动力那么强太强的车子，其实也是没有地方发挥啊，也是蛮可惜的。今天呢，能够试驾到这一台 Triumph 的 Street Triple 76RS 呢，我要感谢桃园凯旋的旗舰店的黄大哥，那非常感谢。那各位如果有兴趣，对他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找他买这台车子。那我相信他的服务呢，应该也不会让各位失望的啦。好了，那以下呢就是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Triumph Street Triple 765RS 的试驾的体验啊，那就。各位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各位可以留言给我，跟我一起分享，或者是各位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也欢迎各位可以给我一些留言。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